我来到美国的白宫，这里太好玩了。国民警卫队在街上巡逻，特勤小组笑嘻嘻的，我甚至可以上前聊几句。再次碰到法国大学生，我探访了华盛顿纪念碑，和警长说 How are you， 逗了骑警的马，被松鼠抓伤，拍了倒映池，在街上碰到神秘人物。本期有很多干货，我们一起来一个视频走进美国历史。早上起来先上楼和老外打个招呼，顺便吃个免费的早餐。 The breakfast is not ready, right? Not yet. 8:30. Yeah, I'm surprised they're not cooking already, but yeah, they'll be here shortly. He's made coffee, so if you like coffee. Okay. 我跟邻居们很熟了，偶尔也会关心一下他们。 You have a conference today, right? There's part of one session today, but I'm not going to go to it. Okay. 这位 bro 来给我们做早餐，没想到这个小旅馆提供的免费早餐竟然是现做，真舍得人力成本啊！ Yeah, but learn how to make pancake. You are? You're not making them. I know you're not. 看小哥很熟练地放上蓝莓酱，这是成品，味道不错，任吃。我吃了4块，在外面得要$15往上，还有无限量的咖啡和果汁，挺好。大家都不说话，我来活跃下气氛。 So here is an American who can speak 5 languages and make pancake for us. Stop. Run to compliments, man. Take a bow. 这样氛围就好多了嘛。大家猜猜对面都来自哪里？为了不拖沓，闲聊内容就一笔带过。住在这里除了便宜之外，最重要的理由是离白宫很近，走路过去只要15分钟。但有一个问题，就是非常非常的冷。可能秋天来逛，舒适度会更好一些。华盛顿特区的人流明显少于纽约，而且这里几乎没有太高的楼，像旁边都是这种方方正正的，高度在27到40米范围。因为受到建筑高度法案的严格限制，据说是为了保护国家象征，国会大厦、华盛顿纪念碑这些建筑必须在视觉上占据最高点，不能被商业大楼压制。对了，在我身后这2位是国民警卫队队员，通常属于州长管辖。但华盛顿 DC 很特别，不属于任何一个州。大家可以猜猜他们的总指挥是谁？国民警卫队在这里主要是威慑和保护区域安全，通常不参与执法，有困难可以找他们，只要不乱开玩笑，还是挺随和的。前面大楼是个透明的玻璃房子，上面标志是 Bio 生物，有一种生化危机 Umbrella 总部的感觉。这个人拿张纸在别人车上做什么？算了，不多管闲事。地图显示白宫还有3分钟就到了。这位女士在拍什么？我看看，哦，是华盛顿纪念碑，很远，我们晚点去。路上要登很多的人行横道灯，15分钟的路硬是走了快半小时。来到白宫的外围，这老外的腿是真不怕冷了。5度的天气，4段舞者还穿着秋裤，这情何以堪啊！算了，不和他们比。绕开一路的栏杆，来到正对 White House 的入口。这个白房子就是历届美国总统及家人居住的地方，中文简称白宫。白宫建立于1792年，最初外墙是灰色石材，并不是白色。1814年美英战争期间，这座府邸被英国军队烧毁。华盛顿 DC 一度被认为不够安全，有不少人建议把首都迁移到费城，但当时的总统詹姆斯麦迪逊不同意，他认为美国的韧性和决心不能随意改变，最后原地重建，并于1824年把外墙涂成白色，象征坚韧与复兴，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人们看起来都很开心，都是世界各地的游客。左边这个老头感觉很不简单，毕竟不是谁都可以在这里大声地放音乐。白宫据说拥有地表最强的安保，但我看这些特勤队员笑嘻嘻的，很松弛啊，完全没有想象中那种严肃紧张、警戒四面的感觉。右边是特勤局的车，印有 Secret Service 标志，很容易辨别。栏杆之外是公众区域，拍照打卡都是没问题的。那来都来了，里面能进去吗？这就有一点点困难了啊！我进来了。还有在这里办公，感觉可以啊。来，先打个电话叫瓶可乐。抱歉，这只是个玩笑，这并不是真正的总统办公室，但它的外观布局几乎一模一样。怎么来？稍后给大家详细攻略。回到白宫外面，可以看到左侧东翼有多个白色安检屋组成的安检通道，这边是对外的，受到邀请的人经过多层安检可以进去。但对公众开放1年就1到2次，名额很少，即使进去了，参观区域很有限，最多就是东厅、南厅，总统办公室和居住区域绝无可能开放，还不如我刚才去的房间好玩。而正对白宫右侧的西翼群楼，则是总统幕僚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办公区域，属于内部自己人，不需要安检，由特勤人员进行身份核实，像这些都是里面上班的。
熟脸直接进。我本想找一个人问一下在里面上班好不好玩，待遇怎么样，但看他们走得很匆忙，且每一个人身份都不简单，怕惹麻烦就忍住了。走吧，带大家去找那个1:1模拟的大统领办公室，网上说叫做 White House 体验中心，找个靠谱的人问一下方向。还有是总统先生的护卫，一位特勤女士，会不会很凶？ The White House what? White House Visitor Center. Oh, that's up the street. That's up 15th. Not here. No, not here. Okay, thank you. 看吧，可以问，态度很好的，别怕。对了，上一期有朋友留言说四段舞者的手牌已经弄脏丢弃了，这里我澄清一下，还在啊，并且非常的干净，不用担心。来到白宫的左后方，遇到另一个特勤在倒车，我和旁边的人就等待了一下，没想到他说 Thank you guys. Thank you. 并示意可以通行，也很客气啊，在执勤的同时保持一份对公众的尊重，挺好。在15街果然找到了白宫游客体验中心，但人这么多要排队，前面好像又是一群法国大学生，进去还要安检，估计里面有宝贝。 Good morning, everyone. If you cannot express yourself in English, I speak French. You can express yourself in French. I will understand you. Okay, thank you. 可惜没有中文，这里面存放了白宫的详细资料以及一些历史物件，难怪谨慎。注意旁边有珍贵的洗手间，非常的妙。看看有什么白宫的微缩模型，一些可以转的盘子，应该是演示白宫的实物。听听这位同学怎么说。 It will be the President. the meals that the presidents were eating. So you can change. 法语和英语发音结构都有很大的差异，很多法国人说英语也不太流利。这把是法国1875年送给美国的黄金椅子，法国送的东西挺多啊，又是自由女神像，又是金椅子，难怪展览馆对他们有优待。一根黄金老鹰手杖还是法国送的。这边是美国总统用过的2部旧电话，依然是法国送的。Hello， 这2位同学玩得很投入啊。肚子都笑痛了。哎呦，一大半都是法国的东西，感觉这个游客中心可以叫做美法友谊纪念馆。但是我逛遍了也没有找到那个漂亮的大办公室，怎么回事？问一下。 Excuse me. Someone told me there is a president office. Not this place, Called the People's House. Yeah. Yes, it's a brand new museum. but not here. No, Oh, right. 原来弄错了，好在这里得到了新的提示， it's right here. All right. 知道定位那就简单了。走吧。出门就看到2部一模一样的赛博班拉响警笛，不会是川先生出门了吧？完全看不到里面，加上这么挤的跟车方式，真不好说。总算找到这个 People's House， 地图看着不远，走过来至少1.5公里，外观不怎么起眼，就像一个小商店，大部分游客都不知道这里。进来，一位安保女士提醒我，里面不能用专业设备录像，只能用手机拍，所以进来之后的画面都是用手机拍摄的。尽管我觉得和胸前的摄像头也没多大区别。展馆需要预约，因为是淡季，他直接给我现场办了，同时询问是否愿意捐赠10美元，我没给，觉得拍个照太多了。但没想到里面还挺好玩的，比如这个绿幕间自带灯光和高清摄像头，你可以和朋友一起拍出在白宫内外的实景照片，实时抠图，效果还不错。来，我们试一下，有不同的场景选择，大家觉得怎么样？还有白宫的历史故事，可触碰的光幕影像，和历史人物一起共度晚餐。但最亮眼的是这个1:1还原的总统办公室，甚至连背景都一模一样。怎么分辨？其实很容易，仿制的这个桌面有个玻璃板保护，防止游客刮花，而正宗的那个是没有玻璃板的。我的那段视频就是这位先生帮忙拍摄，非常的感谢。肚子饿了，找点东西吃。地图显示最近的餐厅在1.5公里之外，太远了。但是对面有几个餐车，随便对付一下，节省时间。大家看我现在位置，左边是白宫。餐车就在白宫后面公园的边上，没想到这里竟然可以摆摊，这么多选择，随便点个米饭。Chicken rice. How much? 在旁边包浆的椅子上快速解决，这些麻雀一直守着我。餐车的生意还不错，因为游客路线大差不差，大家都不想多走路了。接下来简单，我们就往10倍的方向走。
这个石碑叫做华盛顿纪念碑，高169米，是为了纪念美国第1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而建立，也是整个华盛顿特区最高的建筑。它里面有电梯，买票上去就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景色。不过现在有个问题，哪里有厕所？哎呀，腿也酸，四段舞者表示快走不动了。终于到了，买个票上去看风景。 Excuse me, where to purchase the ticket? We have no more tickets. 啊， Not today. Not today. Here tomorrow, you can get tickets online today at 3 p.m. So you 天塌了，今天没票了，3点之后才能抢明天的票。算了，不上去了。你们有拍到，发给我看看。 Thank you, thank you. 哎呦，电单车，这可是救腿的好东西，问问看怎么弄。 Excuse me, how much is the rent for the bike? I don't know. I think you pay like $2 per minute or something. I think it's depending on how long. $2 per minute. I think so. I'm That's not so sure. expensive. I just put my car and I'm like, fuck it. Whatever I have to pay, I just don't want to walk. Yeah. Oh, What if I say per minute? I don't. To be honest, I don't know. I'll check it out. Sorry. Thank you. 没事，我来扫一下。注意，旁边的小哥说， Yeah, he has his back. 这是他在用的车 Sorry.，尴尬了。 So, 哎呦，果然没有这么容易解脱。 Sorry. Thank you. Yeah. Very far place.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Yeah. 继续走吧，美国的历史就在这一条线上。前面飘大旗帜的那里就是2战纪念碑。过来了，这里有什么特别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带圈圈的石碑，一共56块，中间的水池正对林肯纪念堂。56石碑分别刻有美国50个州的名字，外加1个联邦特区，5个海外领土，分别是波多黎各、关岛、维京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和美属萨摩亚。和警长打个招呼。 Sheriff? yeah, that's basically what I Yeah. do. Have a nice day. You too. Enjoy your visit. Yeah. 看我发现什么？2只松鼠找东西吃，它们根本不怕人。它跳起来用爪子打了我一下。需不需要打疫苗啊？这个。注意，下面是重点，右边是刚才的纪念碑，往左边看，穿过这里，正对的那个大房子就是洗手间，这也是方圆2公里唯一的公共洗手间，赶紧去。回来后往林肯纪念堂的方向走。哎，来了一队老年观光队，这小车子不错啊，不用走路。问问多少钱？ How to join this? Just call that number. It's a tour. Okay, it's fascinating. 随便打个招呼，看一看，70美元起。You know w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don't want to work, you've got to pay. No choice, no. 前面看到马场，这是骑警的训练基地，去瞧瞧。这马很漂亮啊，尤其是这匹白色的。这种训练过的马极其通人性。看我招呼它过来，来了。You？你过来了吗？你好 ，Hey Peter。Yeah。这时候右边来个飞机飞很低，吓我一跳，还以为掉下来了。好可爱啊！他一定是向我摸一下头，但是外面还有个围栏摸不到啊，抱歉。靠近林肯纪念堂，可以看到右边有个长方形的水池，叫做倒映池，长610米，宽52米，灵感来源于法国凡尔赛宫的镜池。从这个角度看，那远处的华盛顿纪念碑倒影在池子里，和正对的林肯纪念堂交相辉映，寓意历史和理想的汇聚与延续，算是美式的风水格局。然后我们去最后面的林肯纪念堂。美国总统很多，为什么重点纪念这2位？回顾下历史，乔治·华盛顿是美国首位总统，也是独立战争的指挥官，带领美国击败了当时实力最强的英国。最著名的胜利，比如1777年的萨拉托加战役，不但赢了，还促使法国加入支持美国的行列，加速了独立进程。不仅如此，乔治·华盛顿任期结束后，不求私利，设立了总统限期规则。这一精神和人格魅力至今影响着美国，被称为美国之父。而 Abraham Lincoln 则是美国度过南北战争、维护联邦统一的关键人物。当然，最著名的贡献是发布解放宣言，废除奴隶制度，提出自由平等的价值观，让美国在之后的几十年吸引大量外来人才，共同参与美国的建设发展。林肯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总统。其实还有一个人可以和这2位相提并论，尽管他没有纪念堂，詹姆斯·麦迪逊，美国的宪法之父，提出了三权分立。所以你从这个位置向后看，
华盛顿、林肯2战胜利这一条线就是美国的历史。不知不觉又是3万步，这膝盖快不行了。终于找到共享单车基地，这种自行车应该不贵。深绿色的不知是国际威萨，只能用旁边的浅绿色。车头有橡皮筋绑带，可以固定手机导航。正要离开，旁边的管理员叫住我，说是要给个地图。Yeah, would you like one? Yeah, thanks. It's free? It's free. Okay, thank you. 惭愧啊，人家热情帮忙，我竟然条件反射，怀疑有套路，对不住。这一下不费劲了。哎呦，这就是科技该有的力量嘛！电动自行车的踏板就是油门，轻轻骑就给电，完全不费劲。来感受下这上坡的马力，可以啊！路上的行人投来羡慕的目光。下午出了点太阳，气温有所回升，这时的骑行也是非常的舒适。穿过白宫附近的小道，进入城市生活区，啊，心情也是非常的好。这份快乐一直持续到我查看账单。27分钟15.6美元，这是自行车该有的收费吗？不换算也离谱啊，和打车差不多了。不行，我胸口有点闷，到客厅打打游戏缓解一下。我是维森，下周再见。